OK， 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那我们来看到这个745哈。那745应该各位都很熟悉，在前面的6章都已经看过的 perceptron 的一个 operation 哈。好，那这个的 What is the full connection？ 啊，为什么叫 full connection？ 哈，就是在这个图里面，好，在这个图里面我就把它侧身一点哈。在这个图里面已经跑到这一块来的，有没有？前面都已经经过怎么样？经过这个 convolution， 经过 ReLU， 经过这个 pooling， 又再经过 convolution， 再经过 ReLU， 再经过 full， 就到这边它就不再做了。那不再做的话，就是说这个每一个 feature map 小小的就变成小小的，有没有看到？那小小的话就是说，那整个等于是1、2、3、4， 1、2、3、4、5、6，那每一个是2乘2，是2乘2的话乘以6的话，就等于这边的24。24，它把它拉成一维，有没有？把它拉成一维，拉成一维哈，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前面我花很多力量在第6章的时候跟你们介绍那个0、1、2、3、4、5、6、7、8、9，怎么把784拉成一个长条的一维的一个感觉，有没有？好，那它最后 output 它是两个 label 有没有？好，所以所以 the purpose of using this operation is to adapt， 就我们采用怎么样 the advantage of the traditional perceptron neuron computing， 就是说还是要回到以前传统的这个优势哈，因为也许我们要去萃取这一个图形的特征，直接拿给它 training 不够明确，那经过不断的萃取到后来变成24维，也许是这样的一个萃取出来的那个input data for 这个传统的这个什么 perceptron neuron 呢是比较好的啊，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这个各位以后去跑应用问题的时候，自己就会有感觉哈，就会感觉这样。好，那我们就来仔细看一下 the input of 什么样呢？我刚刚其实已经大略讲过了哈。The input of full connection， 就是说 the final feature map are translate into one dimension 的 input vector， 它变成是一个一维的怎么样 input vector。好，所以原则上还是跑不掉以前传统的 name the supervised 的一个 neural net， 好，怎么样 is applied to perform the optimal learning。所以我们最后还是要达到我们那样要的最佳化的一个学习 optimal 的一个 learning。嘿，好，所以那这个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又回到我们前面的图形，所以我就告诉各位，就是说你在整个学习过程里面那前后的知识是连贯的，跑不掉的哈，跑不掉的。所以这些图形还是要记得我前面这个辛辛苦苦画给你们看的那些甚至这些 weight 的连的半死，有没有那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忘掉那这最基本最传统的。嘿，好，那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就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原来刚刚讲过是变成4这变成4，有没有看出来？嘿，举例子就是说 flattening process of the feature map， 就是把我们最后的 feature map 把它 flattening， 把它压平，有没有？那怎么压平呢？就是说 for example there are 4， 以这个例子它有4个2乘2的 feature map， 有没有4个的2乘2的 feature map？ 那4个2乘2的 feature map 我把它压平，就变成12维，有没有？变成12维你看这个4个一组，4个一组，有没有？1、2、3， 4个一组，再4个一组，有没有？4乘3就12个，总共有12个，有没有？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12个变成12个这样。嘿，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到传统的怎么样？传统的这一个therefore 呢 we can apply the learning algorithm of 什么样 this mean square 或 backpropagation。如果说它后面的 connection 它又在接到好多维，有没有？它接好多也可以呀。那这样就变成多 layer。多 layer 的话就必须用 backpropagation。那如果说单 layer 的话，我们就直接怎么样？直接用这个 this mean square 就好了。所以又回到以前传统的这一个knowledge。所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那我们的 training data 很明显在又还是不厌其烦啰嗦一点就是说等于说我们12维，对不对？我们12维再跟怎么样？跟我们这一个 classification 的 label 这个前面的0、2、3、4、5、6、7、8、9就是有10个 label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 label 才怎么样？我测到这边来看，我们 label 现在只这样这2个而已，有没有看出来所以这个设计上就变成相对的简单相对简单这样。嘿，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所以的 learning epoch can be performed
from this entry point， 就是说我们这时候就说，它其实这边也有它的一个什么 neural 的 training。neural training 有没有？它在这边做 training 啊，那 training 了半天，也许因为它的那个 input data 啪到这边就变成怎么样？这个是真正传统的 input 啊，传统 input， 所以它就如此类推，一直不断的计算这样所以原则上来看，这样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那进一步的计算就是说，又看到我们前面的 data 12个向量进来有没有？那这12个向量进来的话，你可以看到 after the learning process was finished， we can run the neural computing to 怎么样 decide is X or is not X。那这里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前面也许你 run 过了几百次、几千次的那个learning epoch， 就我在第6章让各位看到那些例子有没有？那 run 个几千次或多少或上万次的那个这个 run 完以后，那我们最后的 model 就完成了。那 model 完成很明显就是说，任何一个扭曲的一个 x 进来了以后呢，经过前面的 feature 萃取就得到什么？这一排 data 我们看出来。那得到这一排 data， 它就怎么样？它就往后计算。那计算之后就得到这个值，比如说4x 的有 0.92 的那个 degree， 那不是 x 的话是 0.5。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做一个决定，是这一个有没有？是这一个，那不是这一个这样子。所以以此类推，这个整个结构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完整。所以原则上我们从头到尾一直跑，那原则上就是离开不了前面的这一个我们的那个什么 least mean square 的方法，也离开不了我们最后的那个 backpropagation 的一个方法。所以原则上再做一个总复习所以原则上这个 CNN 它是一个 feed forward 的 neural network。那为了要改善以前的这一个 perceptron 的 neural network， 它分了2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 feature map， 它就把我们的 input 呢先萃取它的 feature， 那把 feature 萃取完了以后，再把它又压成一个长条的一个向量，那再丢给后面的 perceptron 去做一个计算。好，所以那大部分的同学就是说我们去模仿就是说去用一些套件，尤其我们第9章会来讲那个 TensorFlow。那当我们在跑 TensorFlow 中间它怎么去学那你们就会感觉不出来，因为最后我们就只是决定说我的 performance function 就是我们后来会叫 loss function 那决定好你选择哪一种 loss function， 那它就会跑很多的 epoch。那跑的过程里面怎么 feature 萃取，然后再去给它后面怎么去改，几乎都丢给套装软体去了所以我们就完全看不太到，所以这个就比较伤脑筋。但是脑袋瓜要有一个想法，我去组这个 architecture， 它中间可能这几阶层它会产生什么变化，脑袋瓜有一个谱那我决定要把某几层拿掉哪几层再补进去，追加几层，你们都有感觉所以你就有2大部分 feature map 怎么去加它的层次，那包括后面的这个 full connection 你要加几个层次，是可能要把它那个 dense 呢，还是把它放大很多层所以以后你们拿到人家跑好的那一个模型给你，它可能里面就几百层在里头，所以他就给你一个封包好教你怎么去喂资料怎么喂资料，怎么去看资料怎么去显示资料，那中间那个层次它几乎都不准你动这样所以这个是比较伤脑筋的所以原则上我在这里就给各位一个同学这个全貌的一个延伸从前面 perceptron 延伸到 CNN 那希望同学们呢在这一章里面呢有所这个学习到。那到了第9章我还会再找一些例子强调这个 CNN 那第8章就会去讲那个 RNN， 再把 RNN 的那个基本概念跟各位讲清楚以后，那第9章我会完整的针对怎么样，针对这个7、8同时跑一个应用问题，那用这2个不同的模组去跑那些案例，让各位感受一下目前人家设计的那些套装软体的威力好，那我们呢第7章就先讲到这边。